个女子的魂魄，到阎王面前告了你的状，故来取你性命。冤枉！冤枉啊！还请上山，阎王言起就请。阎王从不会错判那魂魄的主人姓韦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招！鬼啊！我遇见鬼了！哪里来的鬼？鬼就在你心里！再敢狡辩，下油锅炸了你！下油锅！我招。自古商人没有地位，为了在长安站稳脚跟，我便向新寡回长安的韦家小姐求亲。韦家高傲，韦涛更百般阻挠，可抵挡不住我手段高明啊！终于，韦家动了心，与他阿兄大吵一架后，和我私定了终身。你在胡闹什么呢？都给我扔出去！阿兄，这些花并无罪过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原本以为娶了韦家，能够沾到韦氏家族的光，对我会有帮助。可我没想到，韦涛非但不帮我，还处处刁难我，我恨呐！后来我生意失败，欠了几十万钱。当时能帮我的，只有史千岁。他，这个啰嗦鬼。这失足女子到底什么样，我也想知道。若能得偿所愿，这几十万钱倒也能出。我知道韦家断不会从，我就只好下药将他迷晕。可没想到，我用的药不够，天还没亮，韦家就醒了。他看到史千岁，便要去寻死。我怕此事传到韦涛耳朵里，就只好将他关了起来。可是他闹得厉害，我就只好打了他几顿。没想到他就疯了，每天晚上哭嚎，不让人睡觉啊。那时你胞弟何潜也住在你家，他本就有失眠之症，故而试图用阴过水的纸闷死韦家。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闷死他算了，省得每天晚上疯闹。这样又没有伤口，他娘家人来了也无话可说。你混蛋！你救下韦家，并不是出于好心，而是发现了新财路。反正他都疯了，也怪史千岁，
竟将这丑事都传了出去。金光辉被维度杀掉的那几个商人，都愿意花千金换得与氏族女子的良宵，我就成全了他们。想那韦小姐必不肯从，是你一直用迷药迷她，你一手把她害疯了呀你！嫂嫂，我今天嫁谁啊？我，你这畜生！喜君，喜君，后来呢？后来，韦家有天突然跑了。我知道他回了娘家，可我去要人，他们不给。韦涛还扬言要杀了我。再后来，金光辉别馆扩建，挖出了韦杜两家的法语，一气之下我才……通常啊，这种疯病不会一直糊涂。韦家一定有好的时候，便将自己所受之迫害告知了杜菊娘，故韦涛杀何钱之时，便用了与众不同的手段。等杀！继儿，坐。是。继儿和维多二人是知己，并非，相识不久。我儿有一颗公正之心，真是难得的治国安邦之才呀。此刻倘若你求娘，娘必保维度二人性命无忧。公主误会了，我是嫡公弟子，恩师教诲，法不容情。韦涛、杜玉，他二人的愤怒确实情有可原，但连夺数条人命，罪不可恕。他们虽是士族，是人才，但国法不可废。这也是我大唐走向盛世的一个重要保证。这可是我儿真实的想法。是，士族应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倘若有一天，卢凌风触犯国法，义当从严处置。继儿越来越像为娘了。那个商人叫什么名字？何必？倘若维度二人要砍头，那就叫他腰斩；若要腰斩，就叫他五马分尸。你叫熊千年转告那边，这是我说的。还有那个史千岁，剥夺官职、没收财产、逐出长安，不，逐出唐境，永远不许踏入我大唐土地。是。姑姑的意思，朕均赞同。萨宝府大萨宝的职位有合适的人选吗？西市令康元礼忠心耿耿，有口皆碑，可升萨宝，兼任西市令。朕看可以，让吏部行文吧。是。熊千年，长安城出现这样的事，你这个雍州长史怎么看？陛下，微臣治理无方。有罪，有罪呀！你久在南州，才回京几天呢？就算是朕要治罪，也治不到你的头上。朕是想问你，发生这么大的案子，这么快就探破了，你怎么看？司法残缺卢凌风，功不可没。
当然，还有苏明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苏明，哎，你已没了官职，查案却更加兢兢业业，朕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草民仍是雍州府的暗探总监，虽算不上官，但应算小吏，且拿着月俸呢，做的也都是分内之事。朕记得，你曾为长安县尉啊，当时探破红茶一案，名声大噪啊。那个案子，卢林峰功劳更大。要不，给你个官儿当？陛下，不用了，草民现在挺好。只是卢林峰他，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，这对他来说太屈才了。最近又屡屡探破诡案，还多次护驾有功，应提拔。该不该提拔，用得着你来提醒？草民多嘴，陛下息怒。官你不当，你是不想要朕给官，又在等着公主的邪风吗？陛下如此说，草民真是无言以对。朕本想给你个更大的官，看来你也不稀罕，那就继续回去做你的长安县尉吧。不，朕要你做万年县的县尉。陛下，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多谢陛下，愚臣还以为此生再无入仕途的机会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做官吗？这机会是朕给的，你要记住。哎，回去等着吏部正式的任命吧。不许跪！犯错的是我们，汝等乃士族之后，不可向罪人下跪。姑爹说的是，言而不跪啊！为郎、阿弟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将庆儿和雅儿养育成人，为家世世传诗经，杜家代代习春秋。在城南老宅，我一定带他们携手书屋，同窗共读，玄城苗裔，袁凯后人，家学门风，当不坠于我大唐。晴儿、雅儿，更要记住，你们是为度之后，你们当恪守门风与法理。你们还要好好读书，因为尊严不仅来自于血脉，更来自于你们腹中的诗书和对家国的忠贞。一也，你们要记住此刻
你们要忘记今日。时辰已到，请降。杜陵，委曲，城南，旧梦。何必以招供？魏兄，可将令妹魏家所受之迫害写成陈词。陆某愿为魏兄求情，在天子面前一试。不可，舍妹名节，还望保全。可你明日就……魏涛起初只为复仇，却被仇恨裹挟，行事越发失控，险些对无辜者下手，身为县尉，知法犯法。魏涛夺命数条，国法难容，临之。受之。文兄，杜兄，范阳罗林峰，就此别哭。为郎，走好，来世我们还做夫妻。阿弟莫怕，来生我们还做姐弟。相思在长若为秋啼心情蓝，为霜凄凄脸色夫人，灵棚怎么搭？等您的吩咐。不必的，青儿、雅儿，把校服脱了。
晴儿，姑母若是问起，该怎么说？我会说，我爹被朝廷重用，去边疆领兵了。往后，家中任何人都不许给小姐说破真相。韦郎所为，就是不愿见韦家的女儿受人欺凌。如今，小姐病已见好，就让她快乐地过完此生。韦郎所愿也。记下了。先生便是阴妖吧？炼容师，阴妖，画得不错，妆容精致。也要感谢你，并未用妆容之物盖住死者颈部的勒痕、指痕。我已验过，你可以进去接着画了。我并没有看到仵作来，上官，确定不用再验尸了？阴妖，你以为你不干，万年县就没有好仵作了？苏县尉自己就是个好仵作。不可能，仵作不可考取功名，又如何能当上县尉？苏某确实不是仵作，仵作之学只是略懂皮毛而已，而先生一定是一位好仵作。你之前说死者是先被勒死，后又伪装成自缢的，判断无误，有劳了。哎呀，死者的父亲对凶手已有所怀疑，他媳妇儿死得早，去年又娶，那妇人不本分，常趁他不在家与别人私通，曾被他女儿撞上过。昨日发现女儿吊死了，便称自己害怕，跑回了娘家，这太让人生疑了吧？我去找那妇人。如此甚好。苏县尉，这樱桃是雍州府的人，让他去抓那妇人没问题。如今最怕的是走漏消息，那妇人相好的就住在这坊中入西门右手第3间，是个炼金术士，会写武艺。你去问话，若家中无人，查看家中的情形，若有逃跑迹象，立刻画像缉拿。明白。哎呀，其实此案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仵作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按你的说法，这个阴妖，什么破名字，是个好仵作。那因何改行当了炼容师呢？可说呢。哎呀，就算是那个傲气的秦孝白来了，也得夸他画得好啊。殷先生今日可有闲暇？苏某想请先生小酌几杯，交个朋友。今日没空啊？哎，姓殷的，堂堂嫡公弟子苏县尉称呼你一声先生，那是给你脸了，你怎么如此无礼啊？多谢苏县尉厚爱，阴妖尚有要事在身，今日真的没空，还请见谅。无妨，那我改日再约你。满意了？你有本事的人
都多少有几分傲气。你我年轻的时候不也一样吗？你要这么说，那还真是抬举他了。他能跟我们俩比吗？好，快点，走。苏县委真是料事如神，这小子正要跑呢，被我撞个正着。以据实交代，就是他与有夫之妇私通，被死者撞见，怕事情败露，才下的毒手，先勒死，再吊起来，伪装成自缢。这夫人也招了，勒死人的主意就是他出的。你们两个好歹毒啊！是室友爱徒小女，却承蒙县尉神医樱桃姑娘厚爱。来，老朽敬大伙儿一杯。我们敬耿老，敬耿老，给恩师拜寿，给恩师拜寿，给爹拜寿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窦武作被杀了！看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剑是从哪儿射过来的？斜对面。太惨了，你们？钟仵作、耿老仵作、殷仵作、苏县尉。长安县旗长之子，仵作来验尸。死者马奎，短刀割入脖颈，身近5分。你们都是仵作？有的人算仵作，有的勉强算，有的根本不算。县尉当心！无妨。一见正中要害，此因无争议，无需验尸。哎呀，董院乃是葛九泉门下的大弟子，亦是最优秀的门生，这仵作行里又少了一个人才啊！董兄，这里放的都是葡萄酒啊，虽然比不上云顶红那么纯正，但是能运到长安来，那肯定不会太差。先得让玉定郎订好包间儿，然后还要算准了董月一定会来赴宴，来
还就得坐在那个主座。还需算准，彼时窗户是开着的，且董月会起身关窗，使要害暴露无疑。最重要的是，此人必定射术精湛。这个凶手不简单呐！阿秋，开门啊！公谢找你问话。阿秋，在家没有啊？答应一声。阿秋，谁见着阿秋了呀？这小子欠我钱，我正找他呢。哦，你不是啊？啊！你是人是鬼啊？若说是人，在我大唐就属普通人；若说是鬼，那便好看了些。你希望呢？你个小娘子，别找不痛快！本大侠从来不打女人。可你却拦不住，本女人要打你。我。如实交代，不然大刑伺候。那天给客人上菜的时候，我就偷吃了一口，正好被老板看见，真是丧气。谁知晚上回家，别怕，你叫阿秋，是杜康酒楼的伙计，就快不是了。因为偷吃给客人上的菜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后天申时，梅坞包间有大人物宴请贵客，你照我说的做，你们老板自会留下你。信不过我，这个你总信得过吧？我本来是不想拿的，只不过这100钱挣得太容易了，只要我上菜的时候把窗户打开就行了。没别的了？没有，我哪知道他是要杀人呢？我当时听到楼上喊死人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我就赶紧跑了。我没罪吧？我是拿了100钱，不会让我给那个死了的仵作偿命吧？哼，因为贪财，你被凶手利用，导致他人被杀。我知错了。看在我阿秋这么些年老实本分，从来不欺凌老幼和女人的份上，你们就放了我吧。这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？若是悔改，就该主动投案。你跑什么？我回答不上来了吧？苏明啊，这种人必须教训啊，要不然以后不定干出什么坏事来。我以后再也不贪财了，我认罚。要不打他3板子，以示惩戒？这么轻？是怕把你打坏了，无法再讨营生。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啊，小偷小摸的事儿莫沾，嘴馋就别去酒楼当伙计，干点别的。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押下去。是。上官，我是高五娘，我是帮那个吕将军订了包间，但谁知道他要杀人呢？我就是个预定郎，命案可跟我没有关系。您新官上任要请客吗？您要请客，我可以帮你预定，整个长安万年2县最好的酒楼我都订得到。
还是先说说你是在哪儿遇到的那个所谓吕将军吧。东市啊，现在生意不好。那天我在东市上逛了一整天，才遇到这一桩买卖。长兴坊的杜康酒楼，订得到吗？可以呀，您定哪一天？3日后，申正时分，我要阳面的梅雾包间，行吗？看来您有所了解呀。杜康酒楼最好的包房就是那一间，但确实难订，一排要排上7、8天以后呢。不过我有熟人，指定订得上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吕将军，和酒楼说，不用等客人都到齐，申正时分准点上菜，好酒管够。得嘞，来，拿着定钱。樱桃，带他去苏山殿，让喜君画像。明白。画像那感情好，不过可给我画的美着点。我看你是想的挺美，给你画像有何用？是给那绿袍大胡子吕将军画像，到时候你需把他的面部特征说出来，越仔细越好。啊，走吧。谢位，董月并未成家，除当仵作外，他还开了家寿材铺，这是那寿材铺的唯一伙计，也是他徒弟。见过上官，我是来给师傅收尸的。我会用店里最好的一口棺材为师傅下葬。你师傅可认识一个叫吕将军的人？不认识。那天我刚打开寿材铺的门，就发现了一封请柬。杜康酒楼，吕将军，莫非什么时候有过一面之缘？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？师傅，既然记不起来，就不要去了，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大赛便是。为什么不去？哼，关键是有最正宗的杜康。再说了，即便我在大赛当天喝得酩酊大醉，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也非我董月莫属。师傅，昨天您说大赛前3名就能当专职仵作，直接进宫线，不必世代为贱籍了。不止如此啊，后代还可以考取功名。可我对这些丝毫都不感兴趣，我只爱干仵作，干一辈子。我要把长安第一仵作的名号替我的老恩师从耿无伤的手里夺回来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大赛？怎么回事？是收到请柬的前一天，师傅回来跟我说的。他当时喝醉了，可高兴了，说天子下令要举办一场仵作大赛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仵作大赛的消息只到了雍州府，没有在仵作行传开。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这个案子有眉目了。全长安这么多仵作，而且都要争仵作大赛的前3名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推测，这个案子就是仵作杀仵作？你这推测太武断了。哎，走，跟我去耿无伤家。没想到今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太扫兴了。师傅，徒儿改日再摆酒席，为师傅您补办寿宴。不必啦，一切命中注定，没什么扫兴不扫兴的。这本来呢还有一件喜事，想在寿宴中告诉师傅，没想到这还没说就，嗨，有喜事好啊，现在说也不晚。二师兄的面具画得真好，连宫谢的人都被我吓到了。是吗？二师兄，你真的要一直做炼容师吗？我不像钟世载那样会钻研，别说刑部和大理寺了，就算是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公差也应付不了。故而，我在仵作行没前途。可是爹一直替你惋惜。不会吧？他最得意的一直是他的大弟子。果然被爹猜中了。爹说，你离开仵作行，都是他的错。人的一生很短暂，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已。真有这样的事儿？是啊，3日前
徒儿从刑部听来的消息，据说天子已把这件事情交给雍州府办了。哦，仵作大赛选前3名。对呀，只可惜徒儿资质平庸，恐怕是没有机会获此殊荣了。但是你很期待，对吧？我的徒儿从小就要强啊。谢位，董岳并未成家，除当仵作外，他还开了家寿材铺，这是那寿材铺的唯一伙计，也是他徒弟。见过上官，我是来给师傅收尸的。我会用店里最好的一口棺材为师傅下葬。你师傅可认识一个叫吕将军的人？不认识。那天我刚打开寿材铺的门，就发现了一封请柬。杜康酒楼，吕将军，莫非什么时候有过一面之缘？我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？师傅，既然记不起来，就不要去了，安心准备下个月的大赛便是。为什么不去？哼，关键是有最正宗的杜康。再说了，即便我在大赛当天喝得酩酊大醉，长安第1仵作的名号也非我董岳莫属。师傅，昨天您说大赛前3名就能当专职仵作，直接进宫线，不必世代为贱籍了。不止如此啊，后代还可以考取功名。可我对这些丝毫都不感兴趣，我只爱干仵作，干一辈子。我要把长安第1仵作的名号替我的老恩师从耿无伤的手里夺回来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大赛？怎么回事？是收到请柬的前一天，师傅回来跟我说的。他当时喝醉了，可高兴了，说天子下令要举办一场仵作大赛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仵作大赛的消息只到了雍州府，没有在仵作行传开。现在看来，并非如此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这个案子有眉目了。全长安这么多仵作，而且都要争仵作大赛的前3名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推测，这个案子就是仵作杀仵作？你这推测太武断了。哎，走，跟我去